你活着为什么不回家？我死之后，写下破天的权势、家主之位，原本都是你。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？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是最会揣测人心吗？怎会不知我想要的是连同谢家100年的根基同走？那些族老们现在应该很后悔，当初没有直接杀了我，竟让一个连族谱都入不了的野种断了谢家的后。姐姐，你现在这般疯癫的样子，倒是像极了我。是啊，我是你从小养到大的狼子，你忘了我的三公，这局棋终究是我们赢了。好，好的。三公子，你可知这局为什么输？因为你机关算尽，却忘了一件事：这世间的精妙之局，都是作茧自缚。谢艳芳，你太自信了，自信到以为自己永远都是那个执棋者。殊不知，正是你一寸寸亲手编织的网，把你自己困在其中。想不到吧？你以为可以随意操控的棋子，最终让你成了命运的弃子。公子，长公主不过是个女子，她有哪里好？您为何就偏对她另眼相待啊？他不一样。楚昭，落子无悔，输了我认。世人在我眼里没有什么不同，也
代有了不同，心总会偏颇。心若偏颇，便会受其困。自今日起，各州赋税减免30%。陛下圣明。令重销大处律，凡勾结外邦者，连坐夷3族。殿下，太傅今日怎么还礼数周全了？本宫冒昧前来，没打扰太傅吧？偶得一只玉璧，特来赠与太傅。质地温润，色泽光洁，的确是块稀世珍品啊！多谢殿下。殿下，请。殿下漏夜前来，想必是有急事。本宫近日接到密报，说朔漠王去而复返，边郡恐有异动。听闻太傅当初欲往云中郡派遣亲信将领，被谢大人手持长公主令拦下。太傅如此关心云中郡，本宫着实感动，所以我前来与你商量魏将军人选。谢燕来如何？殿下既与谢氏博弈，却又用谢家的人统领边军。当时臣就劝过，禁军之权不可轻受。如今边军又托谢燕来，殿下是真信他，还是笃定谢燕方不敢动他？谢燕来是本宫的人，与谢家无关。殿下说他是您的人，可在天下人看来，他姓谢。若有一日谢燕芳让他选，殿下猜他会如何？他会选我。天下既然心意已决，臣也不便再劝，指望他日边关捷报，莫成他人驾衣。太傅多虑了。玉是好玉，只是得让人好好养着。他竟去找了邓毅。是，两人密谈良久。看来楚昭已经把我当作对手，想借邓毅钳制于我。那下一步就该让九弟掌管边军了。那这军权落到谢氏手里，也不是件坏事啊。不，
如今九弟已经变了，不过幸好，我还有一条更听话的狼犬。公子，您真是高瞻远瞩。棋子虽小，若用得好，也能搅动风云。太傅近日可去见过萧巡？他是关押的质子，臣不便探望。大人是太傅，无论是大楚子民还是臣子，都应体恤。如今和他界限划得如此干脆，倒让人生疑。殿下既敲打过本官要与你同心，又何必再试探？莫非是有何关于本官的风言风语？没有，只是随便聊聊。殿下，臣为大楚江山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绝无二心。太傅的忠心，本宫自然知晓。夜深了，我也不便打扰了。边军统领一事，还望太傅再仔细斟酌，切莫早下决断。太傅，长公主与您已经离心。我知道，在这局棋里，最先被吃掉的永远是孤子，所以我们要早做打算，各凭本事，活下去。太傅，这是萧世子的信。近日占卜之术精进许多，终解乾隆在渊之象，还未多谢太傅昔日不吝赐教。哎呀，这宫女的一群真烦人，束手束脚，让人不自在，还不如我的江湖布衣舒坦。就你这笨手笨脚的，你还伺候娘子？给我！阿乐，你带她去换身轻便衣服，不用与宫女一般。公主面冷心热，跟你娘亲一模一样。娘亲？谁的？公主的娘亲？她娘就是我姑姑。哎，你别再问了。我以前替公主算过一卦，卦象显示母犹在，我还以为是龟壳裂错了纹。你会卜卦，还那么准？哎，给我也算一卦呗。不，切，不起算了。给你算，给你算。
么样？怎么样？远方来信，这你也能算出来？我用眼睛看的。殿下，信兵来信。是谢兰送来的。怎么了？阿九在魏家村废墟中发现了火油罐碎片，上面有一节货运的文书批号。火油罐，有人用火油纵火。4月辛巳，丹丘马正，3号起。这批号什么意思啊？丹丘是萧南郡马场的代称，这是萧南郡的东西。这邓大人还算有心，知道关心世子。属下近日得到消息，说有人在暗中调查魏家村的事。自从烧村之后，萧南郡的所有货物文书全部被销毁，不可能会查出破绽。就怕有人不死心，还想借题发挥。你的担心不无道理啊！去，派人盯紧一点，千万不能被人查出什么来。魏家村的这把火，若是烧到我们身上，勾结朔漠的罪名，会让我们永远都无法翻身。是。还在等你父王来救你。如今萧南郡都自顾不暇，你这颗棋子，怕是废了。长公主专程而来，难道就是为了说这些风凉话吗？不，本宫就是来告诉你，我可以选择不杀你，但我也可以让你永居楚都，做一辈子之子。我知道你父王给你送信了，你以为他真的想救你啊？这封信表面看似安抚，实则连退路都替你想好。你若是想逃，便是萧南郡早有预谋，抗旨欺君。哦，你知道在萧南郡，他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本王有7亿人，有妾3人，生育7个儿。够了！怎么生气了？这种无能为力的滋味不好受吧？长公主，何必不顾情敌？
如此咄咄逼人，不就是想听我亲口说出我要回萧南郡？我不会说的。我喜欢这座小院儿，小巧又精致。那本宫就住世子，永生永世的住在这里。看看，你究竟是金陵代石，还是龙针折翼？阿昭，这次的楚元文会，阿江棋艺不凡，赢了不少学子，给我们女子出尽了风头。阿江的棋道本就该在更大的天地间落子，这些年他潜心钻研，如今终是让世人看清，这纵横19道，原就不该有男女之分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邓太傅一直压着朔漠大战的军功迟迟不宣，这朝堂上议论纷纷。你说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啊？还能有什么主意啊？他想压的只有谢燕来一人罢了。如今魏将军之位空悬，朝中有心之人，谁不是虎视眈眈？你当真觉得他能与你同心？殿下是想让谢燕来去守边郡？云中郡乃大楚边境要塞，而他是父亲和中书亲自选定的人。可他姓谢，邓毅一贯防着谢家长兵，更何况是云中郡这样的要塞。所以，我要在朝堂上撕开这个口子。陛下，邓太傅，今天来医馆，是想跟你探讨一下医术之道。平安不敢。有何不敢？你的医心之术，圣都内可是人尽皆知啊。平安惶恐。起来吧。平安，朕问你，这一罐汤药，如何才能成为一剂良药？好药材，服以好火候，对症，才是良药。正所谓轻科要急，沉科要缓。平安斗胆一问，隐疾该如何用药？隐疾藏于暗处，病患只能自欺欺人，长此以往，轻症变重症，重症变绝症，到时候就算手握神药妙方，又能奈何？说下去，百姓的病苦，皆因忍耐而起，因重情而忍榨取，因重义而忍盘剥。平安四处奔走，只为清除隐疾，以保患者无虞。叶平安，你的医道，朕算是看明白了，只不过这用火太猛，往往过犹不及。你的医术的确还欠点火候，离开圣都吧，到别处
去历练历练。苏玄真人在想什么？再回过，我听来进香的人提起，才知道山下近日发生的事。你上回来为何不告诉我？我不想让真人再为往事挂心。你当年既然选择了帮父亲，便没什么可悔的。当年选择帮你父亲，是我犯下的第一个错。为了逃避世事抛下你，便是一错再错。你不能像我一样，选错了路。素玄真人曾让我遵循自己心意行事，我来便是想告诉真人，我已做出了选择。康平王，武将军抓了好些私盐贩子，我担心会查到自己人头上，你要不要制止他？康儿只是对金元之战颜良未至之事耿耿于怀，等李宗旭一到，他自然就消停。此事恐怕与苍司使宫少脱不了干系。宫少，许清，看来得找个机会去东乡盐仓看一看。武将军不日会来查盐仓，苍司使要做好准备。多谢武圣人相告。原来叶平安竟是御史案的帮凶。父亲，叶平安的身份你已经知晓了。此人是一把好刀。刀太快，也容易伤到自己。父亲说的道理，女儿明白。女儿有意祭献于父亲，叶平安有心机，可利用这一点，将他送上绝路。雷父没有看错。叶平安有才，但不能为我所用，将来只会成为我的阻碍。你想对他赶尽杀绝，就为了御史案？你与父亲都和御史案有关，而我是武家之女，我已不在乎什么清誉了。你不要因为我而受制于康平王。真人，你错了，我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帮我自己。仙儿，正因为我是武家之女，才能坐上中书舍人的位置。父亲若东窗事发，使武家蒙羞，必会牵连于我。父亲有一句话说的极对，李武两家已势同水火，圣上若想绵延大风，便只能传位于武氏宗亲。我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武家的大业。康平王是幕后主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花娘未曾料到自己会被毒杀灭口，死前手里紧紧握住了一把紫檀木梳。恰好康平王也好紫檀木雕，他是想在临死前给我们留下一点线索。康平王许诺了你，位极人臣，对吧？如果我是你，也会同你一样，牢牢倚靠住他这棵大树。你不是我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武幽竟掩盖御史案，倒卖官盐，笼络朝臣。李武之争，他早就在下这盘大棋。我再问你一次，能否放手？我护你离开圣都，我保你一生平安。你看那夕阳，今日沉下，明日还会升起。可明日我与你，就只能是敌人了。
谁也不要手下留情。好，叶平安，我期待你成为我的敌人。金穗这么早就落雪，恐有异变呢。报！索纳可汗呼，索纳尔王子继位，起兵反京。报！索纳可汗呼，索纳尔王子继位，起兵反京。索纳可汗呼，索纳起兵反京。臣求请，领兵赴边，守我大封，抵御外戎。封大将军武安康为燕北道行军大总管，挂帅出征，钦此。是我下贱，我不该朝少卿泼水；是我愚蠢，我不该朝少卿泼水；是我下贱，我不该朝少卿泼水；是我愚蠢。这人犯了何事啊？要遭这个罪？他儿子因为犯私盐，被那袁绍卿抓到大理寺去了。这老头气不过，说儿子是快饿死了才去做的私盐饭，当头一盆水就浇到了袁绍卿头上。这一下可惹着阎王爷了，阎王爷就罚他在这跪着。啊，阎王爷罚他？你们私底下都这么叫他？那可不，这阎王爷过去人还挺好的，为大家伙办事，替芒沟请命。可自从他投靠了梅党，这人就变了，变得目中无人，贪图享乐，谁惹得谁倒霉。呸！真不是东西。也不怪有那么多私盐贩。去年盐价跌过一阵，今年却哐哐的涨。圣都的盐要卖400万1斗，谁买得起啊？吃口盐太难了。私盐贩。这硕丹二王子真是野心勃勃。康州元年才联的姻，可汗一死，他便夺得了王位，竟不顾与我大封的盟约，将武良臣扣押为人质，还挥兵南下，真是蛮夷。这二王子杀兄夺位，弄得硕丹各部是人心惶惶。他为了平定内忧，便派兵来掠夺我方粮草。正赶上严冬我军雪地作战的经验有不足，他呀，这就是蓄谋已久。郎主，我实在是不明白，你之前干嘛让礼部侍郎上书弹劾你，为官揽赋，奢侈无度，害得自己被圣上责罚，扣了半年的俸禄，还遭了一顿训斥啊！你知道何为贪官，何为清官，何为奸臣，何为忠臣啊？这，要我说实话，郎主你总不能算是清官吧？这个宇文泰和苏绰有一番对话，说的是帝王之术要用贪官顾权，除贪官排异，杀贪官收买人心。小人愚钝，没听明白是什么。我身居高位，不能不犯点小错误，不然就没有把柄攥在圣上手里了。但是我又不能犯大错，我要犯了大错，就成了老百姓的眼中钉了。哼！
袁绍成最近没惹事儿吧？倒也算不上是惹事，就是惩治了一个私盐贩的父亲。那老头太嚣张了，大冷天泼了袁绍清一盆水，袁绍清让他跪在街上，头顶着水盆，高喊认错。大奸四忠，大忠四奸。袁绍成是个聪明人。郎主啊，康平王现今在朝中是如日中天，拥护者众多，力推武家继承大统的声浪已盖过李家。你更应该像以往那般与他亲近才是啊！怎么反而三避不见，躲在家中装病啊？我刚才说的话你一点都没听懂。康平王几次三番的让我往炎帝给他派官，这就是大错。郎主，康平王来了，我跟他说你在病中，不便见人。可，郎主，康平王，哎呦，梅阁老，病了这么久也不见好啊！你可是股肱之臣啊，朝中不可一日无你啊！必去如抽丝，老不中用了。我是怕你被庸医给耽误了，我特意给你请了一位高人，去给梅阁老探病。康平王，我家郎主的病有些奇怪，陌生人一靠近，浑身奇痒无比，起出很多红疹子，还是不要靠近他好。那这病怎么传染呢？康平王，就是说你病好之前，我还不能再来看你了。哎，你好生歇息吧。郎主，康平王下次再来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啊？他看出我是装的了，不会再来了。赵峰看见他了吗？看见了，赵峰已经风风火火地查私盐贩的事去了，还让人把跪着那老头给带走了。那不是挺好？赵峰为官尽责，向来就爱管那些民生闲事。少卿，我真是越来越不懂你了，为什么好事留给别人做，骂名都是你担着？有人跟我说过，善名恶名都不重要，我觉得也是。只要我背着骂名，自然有人放心。少卿，扬州。哦，送信的人说，这是有人花了重金，特意让他带进圣都的。少卿是去康平王府吗？不如我随你一起啊。不必了，你帮文宇整理一下里面的卷宗吧。哎，草民乃扬州千户，今状告周吉属监曹状告我。何意擅自侵吞漕运费，以公谋私，贪墨无度，请彻查何意及与之来往官吏，在扬州为不法之事。康平王，饶命啊！康平王，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。何监曹，你贪点小小的漕运费没什么，可因为这状子，扬州所有的沿路就都得停了。停了。
这也不至于吧？哎，这状子不还没递上去呢吗？扬州1年的官盐50万担，转卖其中的5万担，那1年就是10万两白银呐。这状子若不是递到少城手里，而是递到御史台、户部，递到那些酷吏手里，这10万两啊，何间草，要多少个你才够赔呀？康平王，下官定将戴罪立功。滚！是，这就寻条新的言路来弥补过错。少城，你又立了一功。少城本就仰仗康平王提携，这都是分内之事。可惜那徐陵当上尚书右丞之后，这1年竟然没有出什么岔子，你恐怕还得再有些耐心。要不，你和显儿的婚事先紧一紧，我找人择个吉日。谢康平王。江南这么早就下雪了，看来今年的冬天会格外冷。这雪景确实赏心悦目，但有多少人知道，雪下藏着多少脏东西？下雪了，路就更难走了。平安，我们该回趟圣都，去看看采莲和丹心了。参见康平王。这么快啊？才10余天就有消息了？是，不过这次寻来的盐贩与以往略有不同，下官不敢擅自做主，所以前来询问康平王。就说来听听嘛。经过下官多次寻找，这次寻来了一位私盐贩，他其实是私盐贩。是，你是嫌自己命长，还是想将康平王也拖下水？准确来说，他其实是一位牙人，他声称自己手上有大量的私盐，多到这个数3000担。哎，3万担。哪来的牙人手上能有这么多私盐？何间草，哎，你该不会信了吧？这牙人的说法是，这3万担的私盐会按批次出手，之后再找大买主。关键是，他只卖100文1斗。100文1斗，正是。下官见这其中的利益着实不小，所以不敢耽搁，便火速前来禀报。现如今，这牙人的身份尚未查证，何间草，不如你将此人约出来，我去探探虚实。显儿，和少城一块儿去。是。若是有人想取我们性命，此地很方便。若是真有人设局杀我们，那才刺激。你们是来找安爷的吧？跟我来。
不会这么巧吧？我这赚钱赚到老朋友头上了。这交情可别乱攀，这钱你能不能赚到手，还不一定呢。这1年没见，平安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钓鱼了？今日可有鱼上钩啊？这钓着着鱼啊，得看运气。我这运势一直不怎么样，不过就是图个乐子。